尊敬的各位开发者、技术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赵丹荣，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欢聚在本月的社区 workshop。我仅代表社区，欢迎每一位开发者的到来。就在昨天，我们仓颉语言最新的 STS 版本1.1.3版本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官方网站，非常欢迎大家使用和下载。同时，我们也更新了全新的文档样式，欢迎大家体验和反馈哦。那么今天的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将从不同的维度带我们一同解码仓颉编程语言的独特魅力。他们分别是仓颉社区 AI Agent Team 成员戚刚毅。华为开发者布道师、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马鑫，杭州捷创科技联合创始人、天晴框架研发负责人许佳一。欢迎以上3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进行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有请戚刚毅为我们带来仓颉鸿蒙 AI 开发实践分享，有请。你好，各位社区开发者，我名叫戚刚毅，主要是从事仓颉的鸿蒙开发。对，这次其实是给大家做一个关于 AI 开发方面的一些实践分享，主要是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可以大家有什么思想上的碰撞，可以多交流。我这次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其实是 AI 开发相关的一些实践。对，其实在分享之前，其实想给大家再把预期对齐一下。其实 AI 这个开发就是 Web Coding 这个概念，其实提出来从2025年开始，就是正式的走向，是我们说研发领域也好，还是说各个的整个生产领域上也好。对，其实我这次分享想做的内容，其实不是说我想去做一个工具的推荐，也不是说想去做一次类似于 prompt 的一个技巧的一个分享。如果说只是工具层面的一个分享，其实现在业界有很多类似于什么大模型的评测，包括什么哪个 skill 更好用和某个插件更好用。但是其实从我们整个的研发视角上来看，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再去怀疑 AI 能去做什么，我们其实更需要去做说是 AI 能不能稳定的去做什么东西，能不能去降低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成本，提高一个就是交付质量，或者说我认为 AI 当前做这个事情是一个可被度量的。对，所以说我的这一次的其实分享的内容就是一个实践分享，但其实想更多去介绍的是一个实践体系。这个体系是相当于说是在我们在日常仓颉开发中里面摸索出来一个持续可复用的一个工程化体系。如果说到体系这个概念，其实可能熟悉 AI 同学，或者是最近经常去刷一些新闻，或者是这些研究领域的同学们，其实真的听过一个 Harness 这个概念，其实总是就像这次我们去讲 Harness，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同学在 Harness 上是有一些很优秀的实践。对，包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因为 Harness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泛化的一个概念，它其实目标我要去给 Agent 的本身，我要去做一些约束，做一些规约，做一些形式化的验证。无论是之前的什么 OpenSpec，或者是类似于 SuperPower 类似的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可能也了解比较多。我这次其实主要从 Harness 里面的一些东西去讲一下子这4个关键的词，一个是 Skill，一个是 Provide，一个是 Agent，还有一个 Quality。对，之前其实再补充一个视角，之前 AI 工具大家都在说，它一旦可以操作真实的工程之后，说它所依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一次我们其实也是想去也不是说回答这个问题，也只是说想把我们的一些所做的一些实践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或者说我们做一个交流。对，这个图，其实后面的话会也向你展开。首先讲，我认为当前我们所做的实践的它的一个价值，其实不在于说我只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更多的其实里面去讲解了4个部分，一个是 skill， 一个知识的资产化，一个是 glorified， 其实我们把它称为一个上下文的一个结构化。对，多 agent 其实是角色的一个执行化，一个质量。质量其实我们想说明的一个问题，质量是一定是一个可证的一个质量。我们不要去，如果说你是一个主观的去判断，其实这个质量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说业界很多 AI 就是研发转型，其实现在很多实践，很多无论是一些互联网厂商也好，还是一些个人开发者，其实一开始大家都要去注意一些个人提效，快速提效，但是很快其实就会碰到一些天花板。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可能一些项目经验的一个不可复制性。
对，就比方说我作为一个个人开发者，作为一个项目开发者，那我在某一个项目里面，我把 AI 就是能够快速的把需求完成，但实际上来讲，它不代表着说我的这个 AI 完成的一个经验能是换在其他需求上，或者说它不能去在整个团队内是被复制。真正的瓶颈其实不是说是我们两个人的 prompt 的一个差异，对，不是说A 会问，他会问 A 键的 B 不会问，而是说其实核心点其实在于说是怎么去把当前已有的东西，就是沉淀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对，就是包括了就是刚才提的这4个部分。然后就是回头去在讲这4个部分之前，其实讲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会有这4个部分。对，就是说就是讲 skill 也好 career 也好，其实也是我们当前我这边本身是做那个就是仓颉鸿蒙，就是 API 开发，可能有些同学了解，就是说只要在那个鸿蒙战场上，鸿蒙那个生态上单框架上去做一些仓颉应用的开发。对，当前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团队本身可能会面临一些就是4个断点，就是让那个 AI 更难进行一个知识交付体系。第一个就是知识散，就是说，因为本身其实仓颉里面就是包括仓颉语言以外，还是包括还有标准库，还有就是需要了解 HarmonyOS 的一个框架底架，然后还有一些工程经验，就是文档、人脑和经验的一个分散。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那个上下文重。对，就是因为整个那个无论是仓颉本身也好，还是那个整个HarmonyOS 也好，其实它的底层是非常厚重的。对，它里边包含了就是比方说像HarmonyOS 有很多很多 key 的开源 key 的、闭源 key 的，然后音视频领域，然后元能力领域，包括文件领域，其实很多。所以说 Agent 在读取的时候很容易读取到大量的无关文件，然后 token 消耗是非常就是巨大的。第3点是个流程的一个问题，其实从一个我们不论说是敏捷开发也好，还是瀑布式开发也好，对吧？其实它整体来讲，它逃不过就是几个流程，就是架构、编码、审查、测试和扫描，对吧？然后这里面其实主要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交接不稳，状态难以继承。然后第4个其实就是一个质量弱。对，因为就是上述的这些，就是刚才说，无论是就任何一个库，对吧？比方说仓颉语言、标准库还有它里面其实看似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就是 API 资料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开发者写的那个 sample 也好，但实际上来看，它看起来完整，但是缺少证明。就是或者说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包括对那个 agent 对他们的理解是缺少证明的。对，就是说说实在话，就是说我们也没办法说它好也是还好还是不好。所以说从整体上来看，所以我们想解决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更标准化的一个 prompt，对吧？而是一套能让 AI 稳定参与工程流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其实核心的问题是3个问题，就是知识从哪里来，我该怎么去选，怎么去证明这个流程。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当前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整体框架。然后最左边的话就是那个就是领域知识和工程资产，它其实包含了就是仓颉的文档，包括源码。因为现在仓颉已经那个开源出去了，就是仓颉的源码，就大家也可以从社区上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的一些日志，包括我们的一些扫描规则和历史确认记录，因为还会有一些 CJ 告警，类似于这种，它是这一部分内容，它其实会进入2条资产化路径，一条的话就是上面说的，就是 skill 资产层，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经验，就是包括我应该怎么去写一个正确的代码，对吧？包括我的编译构建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工具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把我们的经验整理成一个可加载，然后一定是可加载、可评测、可分发的一个过程。然后另一条路线就是下面这个图，就是 Verify。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其实还是参考了，就是那个现在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种就是检索技术，就是说我们还是把我们大量的一个社区文档，对吧？包括我们代码做了一个可查询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关系图，一个关系图谱。然后这2层，然后汇合到这个路由层。路由层的话，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做一些 skill 的一个选择，就是包括一些知识领域的一个选择。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够去精准的去做一个判断。无论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就是底层细致的话，其实知道它里面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很多加载出来很多可相似性的，然后去做一些判断。然后包括他们的预算，然后做一个比较。然后路由层决定了怎么去加载哪个 skill，然后就是多 agent 的一个执行层。对，多 agent 的这个概念其实提出来也最近其实也一直也挺火的，然后各种就是
很多其实 GitHub 上有很多就是开发者其实都在做相关一些东西，其实大家感觉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个人觉得其实 agent 这个多 agent， 特别是说不同的一个 skill 也好，或者 system prompt 也好，去把那个 agent 工作限定成一个不同的角色，或者给他一定的知识背景，其实还是有必要的。我们这里边是把那个就是按照刚才之前我们的那些固化流程分为架构 Cuder， 然后 Provider Test 还有 Header， 就是攻击层。然后最终我们的目标的话，其实还是那个产码，对吧？就是我这边是会把我们的产出，然后去做一个，就是无论是扫描，然后会做一些那个就是和当前已有的东西的一些就是关系的一个继承，做一些治理的东西。对，这里边其实可以提到，就是里面会做一些扫描了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会解决，就是会发现我们之前产码过程中的一些很多问题，然后这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回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些发现的一些历史问题，对吧？然后重新沉淀到这个知识层里面去，对。因此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就是核心部分，就是其实还是在于这就是中间这3层，然后去做一个治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简单讲一下那个 skill 这块。skill 这一块的话，其实 skill 本身解决的它是应该就是说，它需要告诉 agent 我该怎么去做，对吧？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可能说涉及一些就是脚本的或者是一些文档里边的。但是从说到文档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说普通文档的话其实是给人看的，然后 skill 呢它其实是给 AI 消费的。所以说它必须要有的就是很明确的一个触发场景，就是边界和一些输出标准，包括它的一些反模式。然后我们这里边其实还加了一些评测。然后我们把它分为3层，就是一个原目录层。原目层其实它是一个设计态的东西，就是说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包括了 skill MD reference， 然后包括评估还有脚本。这里边的脚本 script 就是说我怎么去评测这一个脚本。然后组合清单呢，其实说我这个是一个组织态的，它用 package 和 bundle 的话，其实按能力域场景包，就是比方说是仓颉开发，还有鸿蒙开发，还有你知道我们还有互操作场景，对吧？按能力域然后场景包进行组织，然后发行目录的话是运行态的，它会提出我们中间的一些那个没必要的，就是比如说评测呀，或者是一些 lint 的一些能力，对。然后我们这里边其实达到了核心的，其实就是3个能力，就是说，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 lint，就是 init 能力。init 大家其实就我们不去多强调，就是说它其实就是方便大家快速创建一个标准化的 init skill 模板里面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有的 skill 其实是能按照统一的规范来，这样的话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误差。你知道第二个的话是那个 skill lint，它解决的是一个规范检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把，就像刚才说到了，我其实给 skill 设计了很多的一些规范，然后需要去做一些类似于仓颉 lint 的类似能力，就是做代码级的一个，就是 skill 级的一个规范检查，然后最后一个效果评测。效果评测的话，它这边维度可能会比较多，包括它的命中场景，然后一些抗那个造成的一个干扰。其实重点就是可以说是那个可能还在那个 skill involved 里，就是里面，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 AI 的编码工具价值其实从一个那个代码里面，就是 AI 工具的价值正在从一个就是说你让他给我一段代码，然后变成了一个让他去告诉我，让他去生成一个工作流，对吧？就是说从我的需求可能只是一句话，但我之前我是只希望你产个代码给我，现在的话其实我心里预期它就是应该是个工作流，但是这个工作流的话现在。想要真正的进入这个流程里面，它就需要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明书一样的一个东西。对，我这个说明就是整个流程是怎么组织的。然后 skill 的本质上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一个就是说明书，对，或者是说我们之前叫一个合同或者叫一个契约，对。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做了一个 skill 的一个工作啊，不仅仅是把文档换了个格式，不是说我把这个换个格式，而是其实更倾向是会把一些可复用的就是能力，然后把它沉淀下来。然后比方说，我们其实也会去创建一下，就是怎么去创建 Java 工程的一个仓颉项目，然后对那个构建日志的一个就是失败是如何去做排查的，包含了其实对我们比较关键的话，因为我们还会去考虑怎么去把 ArcTS 的关系和仓颉的关系的映射。这些东西呢，它不应该是就是每个人每次工作前我都要去重新去组织的，它应该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可触发的，然后可以去做
快速去加载应用的一个 skill。对，这就是我们其实在那个 skill 方面的一些想法和那个动作。然后那个 Graphified 的话，它其实在大仓库或者大文档场景里面，如果说让那个 agent 直接全文搜索，对吧？它会把大量的就是说相似代码、无关代码，比方说那些 skill 里面，其实比方说某一个 kit 相关下面，它会有很多就是同一个模块，但是它的功能差异会也不是同一个类的里面的一些场景。对，所以说我把一些，而且还可能还会把一些，它可能你的文档里面，如果说是会有 I 版本、B 版本这些东西，它可能会把 I、B 版本都加载进去。对，所以说那个 Graphified 本身的思路是先用那个静态分析，然后加上语义抽取，然后把它生成知识图谱，其实是它让那个 agent 能够提前的看到它的核心节点，包含了它所在的就是社区，就是模块社区和跨文件路径。就那个外面的资料，其实说给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token 的数量级，就是混合语料，就是包含了多语言场景。它如果用了 Graphified 的话，它的一次的消耗的一个那个 token 数量，它是从123，大概是123K，然后到1.7K。然后大型仓库场景的话，是从670K 降到2K。当然，这些的话其实是那个外部的一个参考。我们真正落地的时候，其实需要还是在那个仓姐的仓库上，然后进行一个复测，但是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是先图谱定位，然后再局部读取。这里面其实也对应了页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就是大家也不了解 reg 这个东西，就是本地知识检索，对吧？它现在是有人说 reg，有人说 grep， 这些东西其实都差不多。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发展趋势，尽量从那个一个文本的一个检索，然后面向一个结构化的检索。对，之前其实我们说知识检索，很多人说向量化、向量检索，对吧？但是代码仓它本身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它里面其实是有那个就是代码这个东西，它是有很强的这个调用关系、类型或者文件依赖、构建路径，包括它的测试用例这些东西。就是所以说这里面就会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单从文本相似度上来考虑，就是它很容易去把看起来像的东西就是给提取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原则上来讲，它们没有工程上的一个关系的。对，所以说我们理解就是 Graphified 它一个价值就在这儿，它让 agent 先去理解项目结构，而不是说吃掉了这个就是项目文本。然后对于 skill 来讲的话，图谱把用户问题就是变成了能力域，然后变成了 skill，然后变成了文件测试规范这一套东西串起来，它减少了靠关键词触发向令 skill 的一个概率。然后上下文路由，用户提出这个任务之后，对吧？其实就一般不是这样说让 agent， 然后立马就是说你这个 agent 赶紧去读我的仓库，对吧？然后肯定是先去查那个知识图谱。那知识图谱我选择出来的文件内容了，对吧？然后会有一个 discovery 机制，对，去选择候选的 skill，然后 agent 再基于这些 skill 去上文支取。然后这里边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的 skill 里面其实会，比方说我加载一 skill，可能会把上下文承包，对吧？就是因为我如果加载 skill 过多，它可能会把上下窗口承包，所以说我这里面就会说做一个就是路由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我这一次需不需要一次加载多个 skill 上来，我需要去做一些就是剪裁，或者是说我需要再做一次二次的判断，我当前的这个路径是否真正的一个命中。对，这样的话就能解释我能解决到很多，就是说在我们的 agent 工作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些我看着好像每步走的都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的结果和我偏差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路由的它的根本的目标就是用更少的上下文，就是选择更准确的一个 skill 或者一个更可解释的一个直接路径。然后多 agent 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并发的一个堆垒，它是把那个真实的工程里面的角色的一个显示化。对，这里面其实就是说这个概念其实应该上次我们之前有同学也做过类似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包括一个什么 SE Holiness 的一个我们这边做的一个工程，它里面其实也会像有这样一个架构，581的就是和架构 coder review 然后 test 这些里面。但是其实我想就是提出来一点的话，就是说除了 agent 以外，我们理解 agent 很重要，但是人工它并不是说代表了人工你退出流程。对，然后而守住一个关键的一个业务节点的一个判断。然后第四部分就是质量平台。
质量平台的话，它其实解决的话是为啥说我们说做一个质量平台？它其实解决的话是一个就是结果一个追溯，而且它是能够快速的去做一个那个就是会相当于说一个 trace 像个数据分类一样去做一个就是重新再迭代。就是质量平台，它不是说简单的把你的就是我这次的扫描就是这次的问题，然后扫描出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需要把我这一次产码产出来的这个 trace 记录下来，那我是错误下来哪些就是有问题的一个 skill， 然后或者说把它这个问题的解决正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这里面其实还会有一些规范一致性，包括你后面我们生成文档，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CJD 的规则，然后这些东西全部进行扫描出来。然后这里面的话会把它就是会首先和我们的版本，就是说我这次的做一个继承关系，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直在发现，然后会把它这些东西做一个人工的去确认，然后把这些东西形成规则，然后重新的灌输到我的这个规则里面，然后或者是灌输到我们的 skill 里面。对，这里边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知识看板的一个就是价值和作用。然后这里边其实我把上面几个东西再稍微串一下的，其实就刚才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整个的流程上来讲，就是每个 agent 它执行都会产生 trace 或者评估结果、扫描结果和人工复盘，就是成功的经验要写回到那个 skill 里面。对，然后失败的要写成反例和反模式，然后相关的结构化的更新要放在 Grafana 里面，然后质量的问题要放在看板和知识库里面。所以说，其实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我这次的任务完成了，而不是说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说这次 AI 帮我做完了这个任务。我们可能更期望说，在这层就是含义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执行一定会让我下一次更容易命中，更少的一个出错。只有这样的话，才会去说会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系统。这也是说我们说一定是 agent 这个 AI 这个能力上来讲，它一定要是趋于逐渐稳定的一个体系，对吧？所以说这个就类似于就是说一个我们现在说之前说数据飞轮，或者现在叫什么生产力飞轮，其实这些都可以。对，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回血机制。然后这里边就是说我们之前做大概去从5至4个方向吧，就是说包括这个飞轮方向去做了一些就是设计，然后实际上我们也在那个一些实践上，然后取得了一些那个就是收益。对，首先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把当前那个我们这边仓颉的 skill 包括鸿蒙的 skill 其实是完成了这个规范化。对，包括了，但是完成部分当前工作完成了部分规范化。对，其实是我们这边是打造了就是仓颉的规范，包括一些治理的收口，包括脚手架、Lint 评测体系、包管理与适配，包括样例单端验证。这一块的话，其实当前我们是选择了一个，就比方说我们在规范化以后，其实是比方说再写一个就是短暂的小应用，是看到很有明显的一个收益的，特别是在 scale 加载的这个关键关系上，就是因为我们会对那个相当于我们之前历史文档做了一个重命名，这减少了很多那个这些不必要的加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Grafana，就是让它的命中率。这个其实这里边可能后续可能有机会跟大家再去多讲一些 Grafana 的东西。Grafana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仅仅单单纯纯的只是说把能力去构建一个图谱。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我们自己去打造了自己的一个快速，在我们自己打造仓颉 skill 里面去加入了 Grafana 之后，它的定位能力就提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优化内容，包括仓颉的 IST 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这些 skill 本身的话，我们还是主要应用场景还是做那个一些模块的一个开发。对，整体上来看，就是我们就是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那个业务概念，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就是鸿蒙的一个文件系统的模块。对，然后大概就是70多个 API，然后9200行代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实战强度，对于 agent 来讲。其实整个流程大家可以看一下子，我们大概只花了半天到1天的时间，就是说去完成这种开发，而且这个代码实际上来讲就是它会自己就是给我们测试用率通过率达到90%以上。对，它这个关键经验的话，其实就是 skill 像岗位手册，然后架构文档，这是一个并行的锚点。review 其实更像是能够阻断它这个错误的一个分散。对，然后这一页就是不多说，这就叫我们加上可视化以后的，就是一些那个实现收益，因为可能稍微超了一点。对，然后这里边其实后面的话，其实想给大家讲一下的一些就是
我们从上面的就是一些实践，包括我们这些思路上去做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价值，不是说我怎么快速产码谁的快，对吧？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命中质量和一个闭环。对，然后后面的话，其实而且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体系约自动化，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就是边界的一个就是需要更清晰。对，就是说哪些东西我的预期是什么，就是说我的 Verify 预期是什么，我每个 skill 的预期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随着你的那个东西自动化以后，我可能需要更加清晰的，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点，就是我人工审批需要参与哪些部分。对，其实无论是你输出的就是可靠性也好，还是说你的工具执行风险也好，包括你的突破的刷新也好，对，就是数据安全这些也好，这些部分我们其实认为还是就是需要去最终回到就是说去人工去做这一步。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 skill 去做，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说人和 skill 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这些东西它一旦它做错的风险是什么？对，如果说你比方说知识图谱更新，它的风险，当然这个可能还好，就是说我可以还好这种回退也好，但是有些东西它的风险是你无法承担的风险，就是哪怕它是99.99%的，就是一个成功率，那0.001%它的代价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后面的话其实做一个类似一个 feature 的一个就是想象，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现在也在提一个概念，就是说随着 agent 的就是IP 大模型能力越来越广 ，skill 这一层，包括Harness 那一层，包括这些东西，肯定慢慢都会被 agent 给吃掉。我这个观点我也是认可的，对，就是因为现在就是随着日新月异的这个变化，没有人去能够去准确说大概2个月之后，甚至1个月以后，就是说当前最新的一些科技，就是说最近 AI 方向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 agent 也好，skill 自进化也好，这类似的方向其实很多。对，但是我理解，其实他们即使就是随着 agent 的进化的。以后可能这一部分东西会从外化的内容更加内化的东西，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现在需要打造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东西还是会被它直接的内化到它自己内部去了。对，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其实我理解还是很关键的。对，其实无论说那个就是你的一个任务里面，其实可能有需求，包括一些外部的一些就是它可以一些互联网上的内容，包括一些风险信号，需要你人工告诉它一些评估。对，包括一些难度评估，就是可能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agent 的一个选择。现在其实很多人也会去说，我们现在之前很多任务是交给一个单一模型，比方说 GM 5.1、5.5，或者是 OPUS 4.6、4.7、4.8，对吧？然后但是这些它的成本就是里面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之前有团队去也就做一个尝试，就是说他们去发现不同的 API 不同的模型，它的倾向性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些模型更偏向于验证，有些模型更偏向于创新探索。所以说，其实，在那哈利斯这个难度评估层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些不同。对于我们那个产品化团队，可以去选择不同模型的混搭。当然，可以是同样是 GM 5.1、5.0的这种，也可以选择类似于就是 OPUS，然后 GRM 或者是这种。对，然后后面的话，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那个模型以后，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协调调度。这里面其实我是借鉴了，就是网上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项目，好像是那个毛毛咖啡馆一个项目，它里面会就是它把就是多 agent 的就是之间包括状态的地方，他认为是一个传球，就是说我把球给你，然后你可以把球再推给我，我有4个 agent，我们之间可以相互传球的这个概念，它需要去做一个协调调度，然后后面的话也是执行一个多单元，然后到一个记忆的一个资产层，包括一个数据的治理层。我理解这个东西，这个想法，这个思路，就是随着未来发展，它肯定一定还是会在的，无非只是你人感知的多与少的这么一个问题。想法，包括一些选择，就是做的一些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包括我们产生的一些效果、实际的收入、实际的收益，对，然后包括一些，主要还是谈一些，就是在过程中的碰到的一些，就是解决的一些问题，让大家看一下子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分享的。对，这就是我的现在那个这次的一个分享，对，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可以需要交流的。好的，欢迎大家在弹幕提问。然后刚才直播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我发在了我们这个聊天区域，老师可以看一下，可以读一下我们的问题，然后帮忙回复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那个 AI 那个 Force 的这个工程体系对模型的能力
我这里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选择什么样，肯定我们都会认为就是更好的模型，它效果一定会更好，就是它得到的收益一定会更好。但实际上我的观点其实当然也是很多人的观点，我们现在通过 AI Force 这个功能体系，让大家对模型的选择的能力会在降低，就是我们能接受或者一些更稍微能力稍微弱一点的模型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实际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选择是 GM5、GM5.1，当前已经能取得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然后 Graph 和 CodeGraph 相比怎么样？这个其实我也在做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其实也做了很多一个探索，就是说在知识图谱上面上来讲，这两个我没有实际的我们去比过这个就是具体的一个差异，但是实际上来讲，因为我们其实仓颉其实除了有大量代码以外，就是还有大量的一个文档。Graph 本身上来讲，它会把那个文档和代码做一个关联，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当时选择 Graph 的这一个就是它的原因。对，这样的话，它的 Graph 它的优势是在于多模态。对，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它肯定是不仅仅局限于代码，它一定是代码资料，包括一些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我们建立这个图谱关系。然后质量方面的话，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把很多就是我们这边扫描的，就是之前我们放在后端的一些内容，然后去包括我们的一些规则规范，就是人之间我们去墨守成规追求的一些规范。比方说我做仓颉后门项目的话，我要去和 ArcTS 他们原始语法原始的结构要保持映射。然后包括一些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我输出的头文件，它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我们把这些规则，然后通过工具的方式是给了作为 AI 的就是一个后验的一个标准。对，其实相对而言，其实是能够去更加的去对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输入做一个那个约束。大家看一下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哦，还有一个刚才从抖音弹幕区来的问题，想问有没有哪一个 AI 的编程对仓颉的支持比较好一些，或者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团队自己人用的比较多一些，希望能推荐一下。其实当前确实，无论是那个就是 Tree 也好，或者是Open Code，包括这些也好，其实能力上已经支持仓颉的，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开发。那其实想去就是说做的更如果说选哪个语言更好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真的都差不多。它可能更关键点还在于，就是说可能是对一些资产的，比方说你可以把就是我们现在开源社区的一些文档，对，就是之前我刚才那个大荣也说了，我们有新版本发布，我们会有对应的文档，对，然后你可以拿过来去做，形成一个你本地的一个知识库。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大部分现在能力的大部分的模型，无论是 Open Code，或者说你说 Cursor 也好，或者是 Codex 也好，这些其实都能做得挺好的。我们自己内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也没有统一就是 AI 工具。对，有些同学他喜欢使 CC，那就是使 CC，对，他们可能觉得 CC 会更好。那有些同学，那我说我基本开发我就可以我的那个 Open Code，我配上自己的 Skill，其实也能运用得很好。有些同学选择使用了带 ID 界面的，包括 Tree。我其实可能如果说要推荐的话，我觉得可能像那个 CC Open Code 这种 CRI 这种，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当然，这个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对，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就是能力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解答。然后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先进行到这里。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问题想跟老师交流的话，可以扫描我们这个直播间右侧第二个二维码，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持续提问，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转达给老师，后续再做一波回复。那我们这个议题先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的分享。好的。